度的 GQ 娱乐盛典来袭，尖叫之夜、微光盛典的话题还历历在目，时尚圈又来凑热闹搞事情。今年 GQ 的主题是发疯 ，GQ 官方首先把现场布置得很疯，小船还分龙船和凤船，看得网友虎躯一震，看来他们是认真的，那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比我疯。笑死！一开始就传出消息 ，GQ 官方在排查水道，因为曾经有粉丝藏在水里，哈哈哈！果然全网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。主办方这次属于命题作文，要求艺人使用房门外、房间内或者 GQ Town 纸袋中的道路呈现一组特殊的出发图，道具五花八门，墨镜、纸飞机、玫瑰花、奶瓶和降落伞等，据说还有白袜子、奖杯、混血等道具。杨幂先来交作业，团队原以为充满巧思的设计，引来网友纷纷吐槽，品味咸菜，拥抱现在。逻辑是，该不会觉得会押韵很牛逼吧？接下来明星集体坐小船的环节也相当不友好，208万们手足无措，尴尬到爆。GQ 这一夜没有红毯，没有主持人，甚至没有音乐，只有明星们穿着大裙子走在石板路上，裙摆脏到没眼看，还时不时崴到脚。哈哈哈，好喜欢这种整明星的创意团队。合理怀疑 GQ 灵感来源于 Vogue， 既然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，那么就让发疯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明星红毯前拍出发图已经是这几年一个固定环节，并且有越拍越卷的趋势。明星团队不再拘泥于拍照场景的豪华和正式，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设计，比如李沁蹲在垃圾堆里拍写真，这次杨幂别出心裁去了超市。超市拍照其实也没啥大不了，关键是杨幂团队还玩起了谐音梗。水产区拿着捞鱼的网兜来个浑水摸鱼，水果区搞个橙子沾上墨汁就成了墨守成规。团队肯定觉得自己创意一流，谁知却引来网友吐槽。杨幂一手拿柚子，一手拿大米的图，谐音良莠不齐，配文我可以是柚子，也可以是大米。问题良莠不齐难道不是贬义词？这疑似暗示自己的作品良莠不齐。刘雨昕的出发图则去了菜市场，他将发疯主题进行到底，一身深碧纯黑套装坐在摊位里，又是装卖菜，又是装钓鱼，着实繁忙。但是要说疯，还要数米卡。米卡是这次 GQ 做作业最认真的艺人，他先是奉献了可以载入娱乐圈史册的奶爸造型，抱着一个婴儿，拿着一个巨型奶瓶，这又疯又癫的时尚感简直绝了。内娱有个新孩子，这话题大家还记得吧？米卡还赠送了一个偷拍视角，故事感一流。红毯上，米卡高跟鞋加露背裙装加珍珠饰品，救命！谁敢比他疯？最无聊的是那一堆大裙子人鱼公主，杨超越白色立体云绸闪钻鱼尾裙，田曦薇蓝色金发人鱼公主裙，李沁一黑一白两套薄纱透视长裙，林允层叠百花裙，还有几款很相似的亮片裙。美不美先不说，完全和发疯的主题不沾边，这就是万圣节穿公主裙那些最无聊的人啊！看腻了，看腻了。当然，还是 GQ 接下来的设计更有看点。接下来，明星们被安排在小船上，分成艺人队和爱人队，分别一船一船的入场。你以为明星在船上其乐融融，热闹非凡，歌舞升平，神图一出一个，结果个个端坐，了无生趣。不熟的人坐一起还有些尴尬，也不聊天，也不互动。尴尬是最贴切的形容，也难怪会冲上热搜了。想象和现实总有些差距，可这策划是怎么搞的？一整个迷惑。网友们的吐槽声也直接冲上热搜第一。还有几组会整活，要不然还真是从头尬到尾了。而且不仅气氛是有一些尴尬，灯光看起来也怪怪的，因为所有明星看起来都有点不知所措，所以尴尬还直接爆了热搜。也有同在一条船没那么尴尬的，就是倪妮跟杨幂，两个人甚至吵起了 CP。两个人在船上牵手了，杨幂还差点摔进倪妮的怀里，倪妮还说欢迎参加我们俩的婚礼，杨幂指着倪妮说我妻子我妻子。然后两人的 CP 就冲上了热搜，引起了热议。有人觉得两个人都挺漂亮的，也比较有意思，卖一卖也没什么。但也有不少观众吐槽说倪妮现在经常跟女生炒 CP， 感觉有点卖过头了。这俩人今晚的合照跟互动都不少，也有观众好奇，他俩之前有这么熟悉吗？怎么突然就成了好闺蜜了？怎么感觉都是为了热度？他俩当然是认识的，但是之前没有营销过好姐妹，他俩倒是有一个共同的好闺蜜，就是杨颖。所以不少人看到他俩的合照，马上就想起已经凉了的杨颖。
但说句实话，那时候杨颖还在，3个人的关系也只是看着好，其实也挺塑料的。现在也是一样，只要能够有热度，谁和谁吵一下都可以，私下的联系并不多。而要说发疯，谁比得过杨天真？这一身熊又暖和又切题，那些美貌大裙子、高定礼服都输了。网友热评：杨天真好有趣，杨天真得一人坐一船吧。朋友们，答案来了。杨天真、虞书欣、易梦玲和赵佳丽一张船，虞书欣和杨天真2个极品艺人，全程船头摆造型，把后面赵佳丽和易梦玲的镜头挡得一点都不剩。好疯！赵佳丽凭身高还能找口饭吃，易梦玲简直太惨了，虞书欣还亲了杨天真，更显得后面的女生都是背景板了。关键时候，易梦玲赶紧拿起手机自拍，算是挽回一点颜面。船上实在太精彩，魏大勋和井柏然发疯的道具是超大型大哥大，年轻人应该没见过这个东西，算是怀旧了。带货小王子贾乃亮则抬着一个纸杯，里面装了瓜子，一路嗑瓜子，这个形象太适合他了。贾乃亮如今的带货团队工作人员已经超过1000人，他已经是主播圈的顶流。看着卷生卷死的娱乐圈，贾乃亮的确是可以嗑着瓜子聊天了。贾乃亮这张船上还有谢娜和杨超越，李诞为了符合主题戴了一副眼镜，面对对面疯狂跳舞的谢娜和杨超越，李诞4只眼睛也不敢乱瞟。贾乃亮不断叮嘱小心，船夫 OS 这钱也不好挣啊。张若昀今天走型男路线，在船上一脸严肃，最佳男的代言人对隔壁李沁愣是一眼不瞧，2个人的船几10秒之后就尴尬了起来。上岸以后，张若昀牵来一条狗。明明很有型的选择，结果没走几步狗狗就不走了，张若昀也控制不了，保镖小哥笑得嘎嘎嘎。最后狗狗坚持不走，导播只好切镜头，你张哥妥妥是个乐子人。粉丝都在等待看王一博会选择艺人队还是爱人队，结果人家和 GQ 主编刘冲一传，哦哟，刘冲你是懂给自己安排的，有多少人梦回蓝忘机？而且这次的 GQ 盛典因为是在晚上举行，所以对灯光的要求很高。可是偏偏 GQ 的灯光师不咋地，导致现场出现了死亡打光，有些女星的脸惨不忍睹。比如陈都灵，看精修图精致又灵动，但实际上在红毯上的她被死亡灯光坑惨了。昏暗的灯光让陈都灵的脸看起来黢黑，再加之暗绿色的礼服也不出彩，生图很拉垮。还有虞书欣，可能是想学鞠婧祎的妆容，结果没搞好，导致自己像一个低级网红。在死亡灯光的照射下，虞书欣脸上的妆容很脏，乌漆嘛黑，一点高级感都没有，被网友评价是当晚最差妆容。除了以上2位女星，还有几位也被死亡灯光害惨了。比如毛晓彤，本身脸部就做了微调，这次貌似又动了鼻子，导致自身脸部变化很大，尤其是鼻子十分怪异。尤其是从侧面看，毛晓彤仿佛换了一个人，说是灯光和妆造的问题，但明白人都知道，就是丢的有点多，后遗症出来了。还有金晨，整个脸也变化好大，哪里还有无心法师时的灵动？这次 GQ 红毯上，金晨一身黑裙亮相，发型像忍者女战士，冷艳神秘。只是近镜头下，金晨的鼻子尖都快没了，很想问问她，鼻孔还能呼吸吗？还有金晨的嘴巴，最近几年始终是歪的，明明之前不这样啊。还有小猴子杨紫，脸部看似很精致，实在也已经有些僵硬了，这一点从她的电视剧中就可以看出来。尽管杨紫的演技很不错，代表作也很多，但貌似每一部剧中她的脸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，姊妹千万不要再搞了。太阳女神谢娜这次一袭白裙出现在 GQ 红毯上，和杨超越同乘一条船，差点把船跳翻了。近镜头下，谢娜的脸苍老的老厉害，是因为住刀了，还是因为生了孩子自然苍老呢？除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女星，也有一些超美的女星十分惊艳。比如林允，这次貌似是用了迪丽热巴之前的造型师，其妆容和礼服都很个性，十分有美感。还有杨超越，穿着一条白色美人鱼裙，身材丰腴优美，简直白成了一道光。灵动活泼的田曦薇化身成小美人鱼，尽显年轻演员的活力。还有一位叫刘宇的男星十分出彩，穿着一袭霸气红色大披风，行走间带出美丽的弧线，谁见了都很惊艳。一回船上，一回古镇走红毯，镜头转得还晃。话说回来，这走秀的定点都没给艺人说嘛，旁边的保安直接走过了又退回去，还是这种石板路，一个不小心高跟鞋都容易卡进去。还有那4个保安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在干嘛，也没啥用。
总之，这场红毯有人灵动，有人拉胯，各有各的特色。看到大家都发疯，我就放心了。